蓝忘机和魏无羡在乱葬岗住了一段时间，哪怕魏无羡再不承认，钱元在有孕的坤泽身边，真的可以是万无一失。魏无羡明显觉得自己这一段时间没有那么难受了。魏无羡现在都不愿意动了，主要是他腿有些水肿，脚也是。温情看过了说，正常，等你生完孩子就没事了。蓝忘机知道了，每天晚上都适当的帮魏无羡揉揉脚，揉揉腿，好让他舒服些。魏无羡晚上手脚冰凉，蓝忘机就想办法给魏无羡捂热。魏无羡倒是也乐意，每天都要蓝忘机给他暖手。云梦江氏和兰陵金氏的婚礼将至，蓝氏一族肯定是要去赴宴，蓝忘机也不例外。魏无羡知道都时候，眼神明显暗淡了一下。他师姐要成亲了，但是魏无羡却不能去。蓝忘机抱着魏无羡喊道：“魏婴！”魏无羡回过神，应了蓝忘机一下，道：“蓝湛，你什么时候走啊？”蓝忘机淡声道：“明日。”魏无羡又问了句：“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蓝忘机仔细想了想，道：“最迟2天。”魏无羡这才放心，笑着说：“好。”蓝忘机看穿了魏无羡心里想的一切，轻轻地吻了一下魏无羡的头发，道：“魏婴，你在想什么？”魏无羡一听，略微迟疑了一下，半晌才道：“没事。对了，蓝湛，我师姐成亲了，我肯定是不能去的，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个东西？”蓝忘机点了点头。魏无羡从蓝忘机的怀里站起身，蓝忘机小心地扶着他。魏无羡从自己的床边拿出来了一个手串，淡紫色的珠子，上面刻着复杂的符文。蓝忘机看着这个手串不说话。魏无羡自然是知道蓝忘机在想什么，解释说：“这是之前就想要送的，我从怀孕以来就没有再搞过这些了。”蓝忘机的脸色这才好了些。魏无羡又说道：“你帮我把这个送给我师姐吧，要是没机会，那就算了。这个手串是我亲手做的，上面有灵力，可以辟邪祟。”蓝忘机接了过来，这才说了声“好”。忽然这个时候，温情在外面喊了一声：“魏无羡，有人找。”魏无羡和蓝忘机对视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魏无羡才说：“蓝湛，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看谁。”蓝忘机肯定不放心啊，执意要和魏无羡一块出去。魏无羡不肯，道：“如果我有危险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喊你的，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你在这里为好。”这样说也没错，毕竟世人要是知道韩光君蓝忘机居然在伏魔洞和魏无羡这个邪门歪道在一起，一定要说什么嚼舌根呢。于是魏无羡就一个人出去，等魏无羡看见来的人是谁的时候，当场就愣住了。来的人是江澄，旁边还有一个穿着黑色斗篷，魏无羡看不见是谁也认不出来。江澄一看见魏无羡，刚想破口大骂，但是看到魏无羡的肚子之后，瞬间就说不出话来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什么样都有，最后却是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一直在这乱葬岗上面待着，原来就是为了跟别人生孩子。”魏无羡看了一眼江澄，语气有些凉：“我不想和你多说废话，不是让你不要来见我吗？”江澄道：“你以为是我愿意来见你？要不是阿姐不要来见你，你以为我愿意跑这一趟？”魏无羡一听阿姐2个字就呆了，愣愣地问了句：“师姐？”这个时候，江澄旁边的那个人就摘下来斗篷，不是江厌离是谁？江厌离穿着一身大红喜服，他知道他的阿羡到时候不会来，所以冒着危险也要穿着喜服让他的阿羡看一看。魏无羡一看见江厌离，眼眶一红，声音哽咽：“师姐。”江厌离眉眼似水，尽是温柔，他柔声喊道：“阿羡，几个月了呀？”魏无羡小声说道：“8个多月，快9个月了。”江厌离眼眶一下就湿润了，道：“阿羡，怎么不告诉师姐呢？”魏无羡摇了摇头，道：“师姐，我没事。”江厌离眼里带着泪花，却还是笑着说：“阿羡，师姐给你带了莲藕排骨汤。”魏无羡使劲地点了点头，声音发哑。江厌离也没有让魏无羡这个时候喝，只是说等凉一些再喝，也怕魏无羡怀孕了胃口不好。整个过程中，江澄都没有开口说一句话。魏无羡看着江厌离，忽然开口道：“师姐，你给他取一个名字吧。”江厌离愣了愣，笑着说道：“傻阿羡，名字应该是你取呀。”魏无羡摇了摇头，说：“我取的名字不好听，师姐的好听。”江厌离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说道：“发现取名字是大事，
应该是你娶或者是你的伴侣娶，师姐娶的话不合适。魏无羡不依，这个时候江澄开口道：阿姐，还是你娶一个吧，就魏无羡这取名的样子，还不一定娶成什么样子呢。江厌离没有办法，这才开口说了句：那阿羡，师姐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小宝宝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等你平安生下来了，师姐再给你取字，好不好？魏无羡想了想，这才乖乖的点了点头。江厌离和江澄不能出来太久，不然会让别人起疑，简单的和魏无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魏无羡回到伏魔洞，眼睛还是红的，看着蓝忘机就说：蓝湛，我师姐来看我了，穿着喜服，真的很好看。蓝忘机把魏无羡揽在怀里，慢慢的放出一些自己的信箱，道：魏无羡心里开心，继续说道：师姐说了，等我把孩子平安生下来的时候，就给孩子取一个字，蓝湛，你说好不好啊？蓝忘机点了点头，道：好，都依你。殊不知，这是魏无羡见他师姐的最后一面。江厌离和江澄离开的时候，有一道身影也随着他们一同消失不见了。蓝忘机隔日便离开了乱葬岗，前往了金陵台。临走前还专门嘱托温情说要照顾好魏无羡。魏无羡本就喜欢活泼好动，只不过现在怀了崽才这么老实，当然也是韩光君在身边。温情自然是知道的，说了句：韩光君请放心。对于蓝忘机，温情心里是十分的敬佩的，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只要是觉得姓温的都该杀。而蓝忘机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了句：魏婴说你们是无辜的。说是不感动肯定是假的，魏无羡虽修了鬼道，但是他是没有变的，之前温情就很清楚，他们没有害过任何人，修的是岐黄医术，奈何姓温，没有办法，他们姓温就要被人们喊打喊杀，能活多久算多久吧。在乱葬岗的这些日子，本来就是他们偷来的。蓝忘机走的时候，魏无羡还在休息，不知为何，最近魏无羡身上总是发着一阵阵淡淡的莲香，混着蓝忘机的檀香，闻起来倒是格外的好闻。蓝忘机有些担心魏无羡的雨露期，坤则只有雨露期快来的时候，身上会发出信香。之前魏无羡身上都是檀香，是蓝忘机的气息。罢了，自己早些回来便是。云梦江氏和兰陵金氏大婚，还是让很多人觉得挺名正言顺的，毕竟是两大家族，再加上兰陵金氏向来是以奢侈为主，现在弄得更是气派奢华，张灯结彩的。四大家族的人都来了，再怎么看不惯金家，也不能不过人家面子。